次重量级的分区。你什么档次？可以跟我一块儿在这个笼子里比赛。还有，明天我的目标就是在笼子里让你睡觉。嚣张的老外来华挑战，发布会现场竟然对着中国小伙大打出手，丝毫没有把中国小伙放在眼里。随后还对着媒体面口出狂言，中国选手根本不堪一击，上了擂台只会丢人现眼。See you tomorrow。很想感受一下你的摔跤。你什么档次？可以跟我一块儿在这个笼子里比赛。还有，明天我的目标就是在笼子里让你睡觉。这个嚣张的老外来自于塔吉克斯坦，名叫扎尔法。这家伙有着强悍的摔跤功底，获得过桑博全国冠军。此次来华挑战就是为了捞金，所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还企图在中国拳坛打出名气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中国小伙孙树伟也是不会惯着他，霸气前来挑战，势必要给这家伙上一课，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孙树伟从小就练习散打、后转战综合格斗，有着强悍的功底，在擂台上也是战无不胜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孙树伟如何暴揍嚣张的扎尔法。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后，孙树伟丝毫不惧对手，霸气的上前逼近。扎尔法见状后撤防守，完全不敢跟孙树伟正面硬刚。孙树伟并没有掉以轻心，在压制的过程中不停的用扫踢攻击下盘，给对手造成不小的麻烦。我们看这个从直观上来看的话，孙树伟188的这个臂展确实很长。是的，前手摆拳，刚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试探，并且呢也是相当危险的双方对拳。对决之后看一下脚步，扎尔法的此时处于下风的扎尔法也是找到了一波机会，打出后手重拳狂轰上去。孙树伟反应迅速，立即后撤躲开，见对手还不放过，于是主动搂抱防守，顺势将其带入地面作战。但扎尔法的地面防守也是不弱，紧紧的抱住对手腰部，丝毫不给孙树伟地面砸击的机会。孙树伟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先起身回站立，再找机会，直接搭住了一个头。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孙树伟在打完第一拳之后的第二反应非常的快，扎尔法要注意，这起到了效果了，力量很大，而且开始换架了。刚刚是不要忘，这时孙树伟使出扫踢攻击时，结果被扎尔法截住带入地面，随后用手臂锁住对手脑袋。孙树伟则是在地面疯狂挣扎，企图摆脱对手的控制，但扎尔法的地面核心不弱，直接占据了其成位，紧接着想用重拳进行砸击，结果被孙树伟抓住漏洞，强势推开对手，反拿到了上位，随后抡起拳头疯狂砸击，非常的突然，在地面上孙树伟的本力很高，上位的砸拳，多吗？连续的重拳，还在砸，重拳，还在继续输出，连续的重拳，是不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 TKO？ 我们看这一边是一场热战，没错，还有40多秒的时间，仿佛回到了他上一场比赛的取胜的环节，也是砸拳之后的不知裸脚。孙树伟再一次的重拳夹击，拉平，这个对扎尔法来说不是好消息。是的，看到毫无反抗的扎尔法，吓得裁判也是立即终止了比赛。孙树伟以强悍的地面技术，成功的上演了绝地反杀，给嚣张的老外狠狠的上了一课。最终孙树伟以降服的方式拿下比赛。孙树伟好样的，为国争光。双手直接下腿，高扫一直打到前腿，直接高扫，高扫，这样的连续砸击非常难了，太可怕，非常难了，上位砸拳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赵国安能否挺过一节，挺过4节，赵国安双手砸拳，双手砸拳。此人绝对是我国最嚣张的格斗选手，凭借强悍的身体天赋，在擂台上打法灵活多变，性格张扬并且极度自信，是我国极具流量的超级新星，天生的反骨，非常喜欢骂骂咧咧，一旦上了擂台丝毫不会手下留情，经常一拳一腿出其不意终结对手。他就是藏族小伙泽旺。就在泽旺排名一路上升的时候，却遭到了赵国安的挑战，泽旺也是丝毫不惧霸气迎战。老婆你还射我，我俩射6个，你把时间为什么都拿了？不要比鸭子吃的，尤其现在是嘴硬。赵国安有着很强的战力技术，年仅24岁就打出18战12胜的优异战绩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，究竟谁会笑到最后。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后，赵国安率先压制上前，泽旺则是后撤进行防守，
突然使出一记后踹攻击，猝不及防的赵国安被打了一个踉跄，泽旺紧接高扫上头，赵国安立即用手臂格挡，泽旺也是不急不躁，慢慢的试探对手的虚实，一旦找着机会就打反击。侧踹。那赵国安呢，也是在泰国青岛西。在这个比赛当中看到赵国安，感觉他跟2年前是完全不一样。是的，泽旺这种看到好长的后手直拳啊，腰霸是的，后手拳看到确实赵国安呢，如果说是真的跟随着马嘎胶，此时的赵国安占据主动，不停的上前进行压制，泽旺在战力并没有什么优势，于是突然下前进行抱摔，奈何赵国安反应快速，直接化解，紧接着还用后手拳打迎击。泽旺见情况不妙，只能后撤，围绕龙边进行游走。赵国安步步紧逼，丝毫不给对手任何空间。泽旺也是被激怒，直接使出一记高扫上头，紧接后手拳。赵国安反应迅速，直接躲开所以那么对于赵国安来说，自己这种非常扎实的打法，面对于泽旺，是的，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效果？一二大招，推单手推开，再 S 直流，真的是天马行空的打法，是，而且是飘。此时赵国安使出正蹬攻击，泽旺见状用肘击猛攻，结果不小心被拿到了后背位置，成功将其带入到了地面作战，也被赵国安拿到后背位置。泽旺则是不停的调整，企图摆脱对手的控制，奈何赵国安牢牢不松手，泽旺也是没办法，只能等机会。完美的拿背，但是也足以给泽旺造成非常大的麻烦。现在双腿勾入之后，这边呢，对于泽旺本身他的呼吸节奏也是有比较大的干扰。是之前不可能不太够，看如何去逃脱。好，还是打。这时泽旺强势翻身，抡起拳头猛砸对手。赵国安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泽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不停的狂暴输出，眼看着就要招架不住，奈何第一回合时间到，双方简单调整一下，比赛进入第二回合。泽旺一上来就开始猛攻，丝毫不给对手喘息机会。110眼我就这么进，高扫一直打前腿，直接高扫，这和他前面第一回合的各种失败连续的砸击是一模一样的，连续砸击非常难了，太可怕了，非常难了，上位砸拳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赵国安能否挺过一节，挺过4节，赵国安双手砸拳，看到躺尸擂台的赵国安，吓得裁判紧忙上去终止了比赛。泽旺也是证明了自己，就如赛前所说的，他要 KO 对手。最终泽旺以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。泽旺好样的！现在是平衡相砍，大刀非常的重。黑人选手擂台不讲武德，竟然一脚踢向中国小伙的裆部，哪里是在打比赛，简直要废掉中国选手。然而这家伙却表现得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仿佛早有预谋。如此无耻的行为，也是将中国小伙彻底激怒，狂暴重拳打的对手眉骨开裂，血流不止。这个嚣张的人老黑名叫华盛顿，来自于美国，此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，有着109战73胜59次 KO 的恐怖战绩，获得过 WBK 泰拳冠军、WCK 世界拳击冠军。在来华之前就嚣张表示，中国选手根本不堪一击，上了擂台只会丢人现眼，跟他交手绝对撑不了一个回合。面对不知死活的黑人选手，中国硬汉徐永霸霸气前来，势必要给老黑上一课。徐永霸作为我国超强的实力悍将，擂台上经常将老外打得半死不活，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徐永霸如何暴揍嚣张的美国选手。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开始后，老黑率先使出低扫试探，徐永霸则是硬抗伤害压制上前，但对手丝毫不给贴身机会，不停的用扫踢加高扫上头。徐永霸完全不惧，继续上前，结果这家伙就无耻的用转身后蹬爆裆，疼的中国小伙瞬间失去战斗能力。调整过后，徐永霸直接开启战斗模式，打的老黑狼狈逃窜。对，徐永霸这段打的是相当好，对，节奏力量很好，打了个上勾拳。这时候聪明点，徐永霸可以用上腿再干扰他一下，干扰他一下，再打拳。你看徐永霸在第一回合这时候打的这个距离感控制特别好。好，这样应该接着打，不该退出来。对，这是绝不放过，应该是连续进攻。就对。此时的老黑还在顽强抵抗，徐永霸则是抡起拳头就猛干。黑人选手没办法，只能双手护头防守，完全没有赛前的嚣张气焰，这就是挑衅的下场。现在呢，很沉稳的在打反击，刚才进去他马上一个前手的摆拳，直接打迎击。徐霸应该当心自己的双手应该拿再高一些。漂亮，
这是最后一局比赛，3局比赛。这时的黑人选手一脸的生无可恋，徐永霸直接用低扫砍踢，黑人选手不服还想反击，结果被对手截住单腿，打出一记后手拳击倒在地。这家伙非常抗揍，丝毫没有投降的打算，这也将徐永霸彻底激怒，猛冲上去抡起拳头狂轰。现在啊，徐永霸通过这场比赛，我想他应该打得更主动，因为你在第2回合你的这个体能不挺好，现在你有完工的体能，需要我打出来。你现在为昆仑觉得我们是捡漂亮。看到毫无招架的美国黑人，裁判也是无奈的终止比赛。最终，徐永霸重拳 KO 对手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这一拳简直太凶猛，美国选手脑袋都被打出问题，擂台全程重拳暴揍美国选手。徐永霸好样的，为国争光。